放牛时遇见一个打坐的男子，只知道他很友善亲切，却没有想到他成了佛陀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源，今天继续分享《佛陀传》的第4期。富悉底刚刚出家，原本是一个低种姓，11岁便失去了父母的牧童，就是因为他是佛陀未成道时经常陪伴佛陀的经历，使得僧团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在富悉底身上，这也使富悉底结交了很多王公贵族。因为大家都很好奇佛陀未成道时修行的经历，晚上临睡觉时，富悉底坐在竹树下，回顾着当初遇见佛陀的那段时光。那时他只有11岁，父母又去世了，留下3个弟妹需要他照顾，最小的妹妹还在吃奶，让他不知如何是好。11岁的他本是个孩子，但因为他是老大，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让他变得坚强。幸好村内有个叫雷布尔的庄主，雇佣他看顾3只大水牛和1只小乳牛，多亏有个牛妈妈，富悉底才可以天天带回一些牛奶回家给小妹妹吃。这个工作犹如雪中送炭，他非常仔细地看顾水牛，因为他知道这份工作可令他弟妹无需挨饿。自从他父母死后，他的屋顶就再也没有重新搭建过。每次下雨，弟弟卢培赫都会被弄得团团转，忙着四处找东西接漏下的雨水。妹妹巴娜当时只有6岁，但已学会了烧饭。她既能照顾妹妹，又能去林中拾柴。虽然她只是个儿童，但已懂得搓面粉做烘包给大家吃。对他们来说，可以买一点咖喱粉是非常稀罕的事。当富悉底牵着水牛回主人家时，雷布尔厨房传出那诱人的咖喱香味，往往令他垂涎3尺。自从父亲死后，烘包浇上咖喱肉汁似乎已成了不可复得的佳肴。他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富悉底的下身用一块破布包裹着，天气寒冷时，他就夹搭一块咖啡色的旧布在肩膀上。这块布虽然已残旧褪色，但对富悉底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。富悉底要精心给水牛找更好的地方吃草，他知道如果水牛饿肚子回家，庄主必然会打他一顿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带回一些青草回去，这是水牛晚上的晚餐。如果夜间的蚊子太多，他就要燃起火来，用烟赶走它们。庄主每隔3天以米、面粉和盐给他们做酬劳。有时富悉底会带几条他在尼连河捉来的鱼回家给巴娜做晚餐。一天中午，富悉底给水牛洗过澡后，又割了些青草。他很想在清凉的树林中休息一下，把水牛放在林边吃草后，他便四周寻找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。突然他停了下来，离他不到几米的一棵碧波罗树下，竟有一个男子默默地坐在那里。富悉底从未见过比这男子坐得更好看的人。这男子背部十分挺直，而他的双脚却安然地放在大腿上。他的坐姿是那么的平稳沉着，就好像有特别的意思似的。他的双目目似垂帘，他的2手掌轻轻地放在大腿上。他身上搭着一件黄色的袍，裸着一边的肩膀。他全身散发着平和、恬静和威严。他只望他一眼，富悉底已感到一阵奇妙的清新。他心怀颤动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何竟会因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产生这样特别的感觉，但他依然心存敬意地呆立在那里良久。那男人终于睁开眼睛，当他放开双腿，轻轻地按摩着脚跟和脚底时，他仍未察觉到富悉底。慢慢起来后，他开始步行，因为他背着富悉底而行，所以仍未看见他。富悉底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个人，缓慢但全神贯注的步伐，大概行了7、8步左右，这个男人才转过身来。
这时他看见了富西底，他对这个男孩展颜微笑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殷勤地跟富西底招呼过，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，富西底竟直奔向他。当富西底走到离他数尺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这时才想起自己是不可接触任何比他高贵的人。富西底是不可接触者，他不属于四姓阶级中的任何一姓。他父亲从前曾对他说过，婆罗门是最高贵的阶级，所有出自这个种姓都是祭师或熟读吠陀及各类经典的教士。大梵天初创人类时，婆罗门是从他的口中而生。第二级别是刹帝利，他们都是军政界的高层人士，从大梵天的两手而出。跟着便是吠舍种姓，他们是指一般的商人、农夫和工匠等，是从大梵天的大腿而出。最低级的便是首陀罗，他们是从大梵天的双脚而出，以劳力为生。但富西底一家则是连阶级也没有的不可接触者，他们只能在村外规定的地方居住，而且所做的工作都是最低贱的，如收垃圾、施肥、掘路、喂猪和看水牛。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出生时的阶级，他们的圣典教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阶级才会得到快乐。如果一个像富西底的人碰触到阶级比他高的人，他一定会被责打的。在优罗频罗的村里，便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因碰到一个婆罗门的手而被毒打一番。对婆罗门和刹帝利来说，碰触到不可接触者是一种污染，他们需要回家绝食，克己数星期来清洁自己。每当富西底拉水牛回家时，他总会尽量避免靠近任何高阶级的人或庄主的家门，所以他认为水牛都比他幸运，因为婆罗门可以触摸水牛而不觉得有所污染。就算是高阶级的人自己不小心碰到不可触者，后者也一样会被毫不留情地痛打一顿。富西底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男子，而他的风度举止也很明显地告诉富西底，他们是不同身份的人。这样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当然不会打他，但富西底只怕自己如果碰到了他，会使他有所污染。这就是富西底走近他时突然停下来的原因。看见富西底的退缩，那人却主动上前，为免与他碰触，富西底后退几步。但说时迟那时快，那男子已伸出左手抓住了富西底的肩膀，又同时用右手在他的头上轻拍了一下。富西底愣住了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柔和亲切地在他的头上触摸过，但他又突然感到惶恐。那个人轻声地说：“孩子，不用怕。”这种带给他信心的语气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富西底的恐惧尽消无余。他抬起头来，凝望着那慈祥和包容的微笑。再踌躇了一会儿，富西底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大人，我很喜欢你。”那人用手轻轻地托起富西底的下巴来，望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我也很喜欢你。你住在附近吗？”富西底没有回答，他把那男人的左手放在自己的双手里，然后问他心里最极度困惑的问题：“我这样触摸你，你不觉得是污染吗？”那人摇头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觉得，孩子，你是人，我也是人呢，你没可能污染我的，你不要听信这样说的人。”他拖着富西底的手一同行到林边，水牛正在安静地吃草。那人又望着富西底说：“你是看水牛的吗？这些草一定是你给他割下来的晚餐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家在附近吗？”富西底很礼貌地回答道：“是的，大人，这些水牛是我看管的，我叫富西底，就住在对岸的优楼频罗村外。请问大人可否告诉我您的姓名和住处？”那人慈祥地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叫悉达多，我的家离这儿很远，但现在我住在森林里。您是一位隐士吗？”虽然富西底和悉达多刚刚相识，但他已觉得与这个新朋友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情感。他立即跑到草堆那儿，
用他2只瘦瘦的手臂捧了一大把草来送给悉达多。悉达多点了点头。富西底知道隐士通常是居住在山中静修的，虽然他们才刚刚相识，没谈上几句话，但富西底已觉得这是个新朋友，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。住在优罗频罗以来，从未有人对他的态度如此友善，说话如此热诚，他的内心充满喜悦，令他很想把这份快乐表达出来。如果他有一份礼物可以送给悉达多，那该多好啊！连一片甘蔗或冰糖都没有，更何况铜钱呢？虽然他没有什么可以奉献，但他仍鼓起勇气说：“先生，我很想送你一样东西，但我什么都没有。”悉达多对富西底微笑着说道：“你其实有的，你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东西。”“我有。”悉达多指着那堆孤石草，“你给水牛割的草又香又软，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来造一个坐垫，让我在树下静坐时用，我就非常高兴了。”富西底的双眼发亮，他立刻跑到草堆那儿，用他2只瘦瘦的手臂捧了一大把草送给悉达多。“这是我刚在河边割下来的，请您收下吧，我可以再多割一些给水牛。”悉达多双手合掌收下这份礼物。他说：“你是个仁慈的孩子，我多谢你。现在快去割些草给水牛吧，不要等得太晚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请你来森林再找我吧。”年轻的富西底俯首作别，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悉达多在林中消失。他拾起镰刀朝河边方向走，心中充满无限温馨。那时正是初秋，尸骨草仍非常柔软，而他的镰刀又刚磨砺过。不多久，富西底已捧着满壁的尸骨草了。富西底拉着水牛，带他们过尼连河水最浅的地方，回雷布尔家去。小乳牛似乎还不想离开沿岸甜美的青草，一路上要富西底轰着走。富西底肩上的草并不很重，涉着水和他的水牛一起过河。这就是富西底和佛陀相识的经过。让我们现在来看，富西底遇见佛陀时，应该是他有生之年最幸福的一件事了。他的善良和小小的年纪就把弟弟妹妹照顾得这么好，这也必然是他能遇见悉达多的福报。所以佛陀成道10年后，步行10天来找他出家，再次见到佛陀那泪流满面的画面，也就再自然不过了。好了，今天的佛陀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就关注、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